कि साल भर तक घर में कोई भी फंक्शन हो, कोई भी कार्यक्रम हो, हम सोने के गहने नहीं खरीदेंगे, सोना नहीं खरीदेंगे। विदेशी मुद्रा बचाने के लिए2026年3月，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下令全國進入能源緊急狀態，部分公務員實行1周4天工作制，每周5在家種地。4月底，比利時打響能源保衛戰，決定將境內由法國巨頭 Engie 運營的核電站國有化。隨後，議會以壓倒性多數廢除2003年的逐步淘汰核電法。5月，數據顯示歐盟1季度進口俄羅斯液化天然氣創下2022年來最高水平。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改口稱，歐洲放棄核電是一個戰略錯誤。一片混亂中，國際能源署警告稱，戰爭正以創紀錄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儲備，能源危機呼嘯而至。大家好，我是星辰。最近大家都刷到各種缺油的新聞了吧？環中國起飛帶暫停起飛了，歐洲繼續買俄氣了，特朗普要暫停燃油稅了。今天咱們就來聊聊，現在世界到底有多缺油？為了熬過這波危機，各國又想出了哪些奇葩腦洞？準備好了嗎？提到石油啊，大家最先想到什麼？財富、戰爭，亦或是滋生美軍？要知道石油啊，遠不止汽車燃料。舉幾個例子：顏料、牙膏、保鮮膜、口香糖、化妝品、冰激凌、隱形眼鏡、家電外殼，還有絲襪、避孕小氣球，你用過沒用過的，通通都要用石油。2024年，全球石油日均消耗量達到驚人的1.02億桶，可以說沒有石油就沒有現代工業。現在大聲告訴我，世界最大產油區在哪兒？對，中東。2月28號，隨着德黑蘭的一聲炮響，世界油閥霍爾木茲海峽陷入封開。特朗普的一方添亂，八方有難，讓全球油價一路從65美元暴漲到約110美元。而這波危機大潮下，首當其衝的就是亞洲。正所謂石油短缺少，東京灣底已備好，快去水裡找。5月12日，日本零食巨頭卡樂比宣布，由於石腦油供應緊張，旗下薯片、蝦條等14款產品將改用黑白包裝，月底上架各大商超。一開始我覺得不就換個顏色嗎？至於大驚小怪嗎？但當看完網友 P 圖，媽呀，繼冰紅茶之後，薯片也迎來它真正的主人了。這要是超市擺一整排，整得跟要送天皇走似的，那可太陰間了啊！更何況黑白會嚴重影響食慾，不信你看這盆紅燒肉，就問你們誰想吃？那這是圖啥呢？於是當天那個官方副長官專門召開記者會表示，印刷油墨和石腦油的供應並未出現短缺風險，日本整體需求可控且充足。為了解決問題，他還表示政府部門將與該公司舉行聽證會，努力溝通。怎麼溝通呢？簡單說就是這已經不是一般企業了，必須出重拳。還記得上月被約談的衛浴巨頭 TOTO 嗎？經過日本政府親自幫忙疏通供應鏈後，成功從停止接單轉為接受下單，唯一的小缺陷是交貨時間未知。總之就是我大日本石油夠夠的，你隨便買。什麼交貨時間未知就是交貨時間未知，跟原材料有什麼關係？這讓我想起了一個蘇聯笑話。蘇聯領導坐火車出門，開着車停了，斯大林把頭伸出窗外怒吼槍斃司機，車沒動。接着赫魯曉夫說給火車司機恢復名譽，車還沒動。然後勳宗說不如大家拉上窗簾，坐在座位上自己搖，裝作列車還在前進的樣子。眾所周知啊，越談越多，整改越多，整改越多，越談越少，所以越談越多，越談越少。早在5月1號，日本國民品牌味滋康宣布，由於擔心聚苯乙烯泡沫容器的穩定供應問題，公司將暫停銷售部分納豆並提價。而在一兆封薯片案後，市場可謂一片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景象。13號，科欽特產小米餅乾宣布因石腦油短缺停產。隨後，卡歌梅番茄醬通知供應商要更改包裝，減少番茄插圖。緊接着，日清麵粉也要將捆意大利麵的膠帶換為無塗膠帶。還沒完了呢，因為缺油，日本籌備數年，準備去南硫島海底6000米挖富含稀土泥漿，打破東大壟斷的計劃取消了。日媒還爆出，醫用手套不足，用購物袋替代，醫療質量恐將下降。怎麼個意思啊？
一上套俩勾蛋操作嘛。我看了下，还真是。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看来早苗将得挨个约谈了呀。很快啊，日本农协会长都跳出来了，部分成员无法获得充足燃油，农用及包装塑料也有短缺，農產品價格可能進一步上漲。不重要啊，都不重要。大於弱智的首相正在堅定表態啊，慢慢急，不要來。インクの原料についても前年実績での供給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できております。如果沒記錯的話，之前高市不是說日本原油儲備幾百天足夠撐到明年嗎？我不小心查了下，至今日本已經釋放2批石油儲備，3月底日本還額外釋放了14.2萬噸的柴油儲備，只不過為支援友邦賣給菲律賓含淚狠賺一筆。至於國內缺油，那咋了？對於這筆交易，經濟產業大臣赤澤亮生在記者會上強調，這是私企間的交易啊，但隨後他又補充，東南亞是我國供應鏈的關鍵，確保各國燃油供應至關重要。說人話叫日本醫用手套等石化物資高度依賴東南亞，不支援醫用手套不夠，支援石油不夠用，一根筋變兩頭堵啊！只能說海峽這一鬧，戲劇程度上春晚也行啊。咱們先來個自我介紹。那我先說。好，我叫高士，我叫莫迪，我65，我71，我拜廁所，我赢无敌，这是夜壶道友，这是川普大姨。啥味儿？請坐。咱一談話題呢，他就不緊張了。今天的話題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規矩，這次大叔你先說。昨天聽川普說不帶黃仁勳，今天賣股票，明天又帶上，謝謝。不是，我說的這個意思就是說，咱這個回憶一下過去，再評說一下現在，再展望一下未來。那誰先說？我說吧。我有準備啊，準備好了。川普通牒成兒戲，海峽解封有點急。世界各國缺油氣，只有東大沒咋地。謝謝。這是首詩。該我了。他媽也準備了。是我站的詩。川普突然打進門，伊朗抵抗真精神，海灣那嘎達挺鬧心，只能廁所拜魂。謝謝。行，您說吧。您說。大家好，老仙不得了，倒賣大豐收，小巴被打跑，光輝翱翔天際，阿瓊屹立不倒，尤其斯坦航空更是天下難找，國外比較亂套，川普天天亂搞，今天委內瑞拉，明天海峽紛擾，日韓能源危機，英國抗議領導，縱觀世界風雲，風景印度更好。作業。大叔。更令人暖心的是4月高市再次宣布將為東南亞國家提供1.5萬億日元財政援助，幫助他們確保原油供應。油從哪兒來呢？總不能真從東京灣去挖吧？還是有好消息的。4月底一艘美國貨輪橫渡太平洋，跨越萬里抵達東京灣，為日本交付了足足91萬桶石油，相當於全日本足0.3天的用量唯一美中不足的是1桶約合150美元。嗨，嫌貴可以去挖松樹根嘛。那有沒有便宜點的呢？有的兄弟，有的。俄羅斯有。自俄烏衝突開始作為繼其之一的日本以身作則，孤立俄羅斯。我日本就是餓死外邊，從東京灣跳下去也絕對不買你們俄羅斯石油。真香！這種情況下也顧不上什麼臉面了。據共同社消息，8號一艘俄羅斯油輪已經抵達日本，日本政府還計劃5月下旬派遣訪問團奔赴俄羅斯。於是乎，14號高市首相興奮地宣布，由於已找到不經霍爾木茲海峽的替代採購方案，有望確保6月所需原油量的70%，因此不再釋放第3批石油儲備。還沒完，現在日媒正在狂吹向良油田的高質量國產原油，稱能直接加入發動機。
只不过油禁已停产70天，图啥呢？图160吗？如果说日本确有属于惊悚片，那号召人民勒紧裤腰带的印度就属于伦理片了。可能有人会好奇三哥不是专业倒卖2手打折鹅油的吗？怎么会缺油呢？不至于吧。哎呀，只能说老美的狗真不是人当的呀。2025年8月，眼看对于美国禁止购买俄油的命令，印度竟然不许，震怒的董王直接让三哥喜提50%关税，然後不畏霸權，迎學對攻，堅韌不拔，威武不屈的莫迪一直頂到今年頂不住了，妥協了。接下來三哥就遇上了幾個有點好的壞消息和有點壞的好消息。好消息是2月初協議成了，印度果斷背刺，同意不買俄油。原本三哥想着悄悄的進村，打槍的不用，沒成想遇上網紅總統董王，直接把莫迪答應買美國石油和農產品等條款一股腦倒了出來。不懂事的記者呢，專門跑去問俄羅斯，讓老仙顏面盡失。壞消息是2月底川皇發兵波斯灣，這下好了，徹底沒有用了。好消息是，眼看全球油價狂飆，3月5日美國大方表態，給予30天豁免，允許繼續買俄油。怎麼說呢？這不是逗傻子玩嗎？人家本來就傻，你還他媽逗人家？樂觀的三哥不忘吹牛逼，印番哥買俄油從不需要任何國家許可，然後興沖沖再去找大毛。這壞消息是，俄羅斯宣布停止向印度提供打折石油，必須付全款。普京的理由是現在是生意，不是友誼。這一下真就笨蛋加上完蛋，生成一個東西叫做玩雞拔蛋。當然了，你要說印度一點準備沒有，那也不客觀。早在2013年便規劃了一座加工能力達900萬噸的巨型煉油廠，時任國大黨總理辛格親自奠基。雖然開業從原定的24年一延再延，投資額也從46億美元漲到近80億，但經過區13年修建，今年4月好了，修好了，恰逢其時。為此，煉油廠還專門邀請莫迪出席剪彩，然後印度就給大家小刀拉屁股，開了個大眼兒啊！就在剪彩前一天，煉油廠突發火災，首戰即決戰，一戰領盒飯。原因說是真空殘渣交換器入口管路壓力表取壓點洩漏引起。有沒有評論區大佬點評一下，這是啥級別的小失誤啊？既然沒法開源，那就只能節流了。5月10號，莫迪向全民喊話，請看 VCR。साथियों, हमें पेट्रोल डीजल का उपयोग कम करना होगा। शहरों में जहां मेट्रो है, वहां हम तय करें कि हम मेट्रो का ही उपयोग करेंगे। अगर कार में ही जाना जरूरी है, तो फिर कार पूल करने का प्रयास करें और भी लोगों को साथ बिठा लें。不僅如此呢，他還敦促民眾少吃食用油，稱此舉既健康又愛國，同時呼籲少出國，農民將化肥用量減少1半。嗨，只能說不愧是莫迪老仙，法力無邊。媽的，他怎麼能把缺油少氣說得這麼慷慨激昂的呀？可能有人會好奇少用油我理解，為啥還要少買黃金少用化肥呢？眾所周知，看視頻要3連，買石油要花錢，進口油要外匯，印度是農業大國，進口化肥也要外匯，而三哥常年穩居國際逆差榜，外匯嚴重不足，再疊加盧比大幅貶值， IMF 已經將三哥從 GDP 全球第4擠回第6的寶座，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印度人民在幹嘛呢？答：花外匯買黃金。三哥不能失去黃金，就像星辰我不能失去圖160，都有着深入骨髓般的熱愛啊。2026財年，印度斥資720億美元進口黃金，成為僅次於石油的第2大外匯吞噬者。截至今年1月，民間黃金持有量從23年7月的 2.5 萬噸飆到 3.46 萬噸，超過美、德、意、法、俄5國官方黃金儲備總和。跟這一比，河南的蒜台都算物以稀為貴的。而今年4月，印度貿易逆差擴大到 283.8 億美元，遠超3月的206億美元。不僅如此，過去2月外資撤出印度股市約210億美元，面臨1994年開放海外投資以來最嚴重出走潮。就在莫迪緊急動員第2天，盧比對美元匯率跌破96，創下新低。最新消息是面對不聽勸阻的刁民，13號印度簡單粗暴，直接將黃金關稅從6%加到15%。至於缺外匯，既然勒緊褲腰帶要過苦日子，那為何不鬆開褲腰帶過甜日子？印度誰最有錢？
外企呀！這次的幸運兒是蘋果。4月，印度競爭委員會發布公告，將對蘋果反壟斷案舉行最終聽證會。一旦通過，將開出史上最高的380億美元罰單。小提嘴啊，這起反壟斷案最早要追溯到2021年，印度以非營利組織投訴蘋果強制開發商用自家支付，還抽30%蘋果稅。起初蘋果沒當回事，畢竟被投訴是家常便飯，不差3個一家，果斷以涉密、罰金不合理為由聚焦財務數據，甚至向德里高等法院反訴訟。但是這次對手可是言出法隨的外企分廠南亞小霸王印度啊！官司一直拖到2024年，三哥貼心的修訂了反壟斷法，新增一條核彈級條款，全球首創了將反壟斷罰款基數從企業本地營收改為全球營業額。是的，你沒聽錯啊！修訂案可溯及既往，明明可以直接搶的，他還三哥真搶啊！那沒事了。最終罰單超級加倍，按蘋果過去3財年全球平均營業額的10%頂格計算，相當於在印4年營收總和。欺負蘋果公司就能為巴拉特帶來穩定，這就是成語七平八穩的來源。我有一計，請莫迪靜聽，不如發行金盧券，1比1強制兌換民間的黃金，然後用黃金買油，外匯石油兩難自解呀。此處我有一點，上聯能源空產業輪愁壞車力巨人，下聯黃金停外企邊壯哉莫迪老仙。好了，視頻到這裡快要結束了。其實缺油的不光日本、印度，原本我還想聊聊韓國垃圾袋荒咋回事。之前渲染的特別緊張的東南亞油荒為啥穩住了？還有世界第1大石油出口國美利堅總統為啥喊話停徵燃油稅？以及為了控制油價，各國又搞出了哪些離譜操作？小提嘴啊，德國5月出台新規，要求加油站每天僅能中午上調1次油價，結果發布當天油價立馬衝高，大量車主湧入波蘭加油站。反正最近跟石油相關的新聞層出不窮，但翻了翻感覺都大差不差，下次有大新聞再一起聊吧。自然資源就跟數學一樣，沒有就是沒有，不會就是不會。據高盛測算，海灣地區原油日輸出量驟降1450萬桶，相當於直接抽走全球原油供應量的14%，斷供程度是海灣戰爭時2倍。隨着進口國面臨空前供應中斷，全球正以創紀錄的速度消耗庫存，國際能源署估計3月、4月全球石油庫存減少2.46億桶。這場世界能源危機要徹底平息，恐怕也得以年為單位。能源危機的擴散也在進而衝擊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英國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2月以來，英國每升汽油價格上漲了8.6%，柴油價格上漲了17.6%。於是，面對住房危機、醫療體系崩潰，再疊加能源賬單飆升的英國人民，又發揮傳統異能，讓執政黨工黨在地方選舉中遭遇慘敗，首相斯塔默正面臨內閣逼宮，要求下台。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這次霍爾木茲海峽催生的蝴蝶效應，必將成為之後數年重塑世界格局的一張多米諾骨牌。究竟怎麼收場，我們拭目以待。幸い時差もありませんので、何かちょっと困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り、諸外国との関係で悩むことがあったら、しょっちゅう電話をし合おうねと約束をいたしました。次回は日本にお越し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す。温泉にしようかな、どこにしようかな。